大家好，老朋友新朋友们，好久不见，甚是想念。罗叔在年底圣诞季为大家带来一份超棒的免费数字资源。2024年最新利用 V2Ray 和 Cloudflare 免费搭建 VPN 的教程，保护你的在线隐私安全，不需要信用卡，新手小白也能搞定。我是老罗，大学生们喜欢叫我罗叔。我的频道专注于分享数字时代的免费资源和知识，通过通俗易懂的方式带你畅游数字生活，助你快速掌握实用的数字技能。很多朋友私信我说，罗叔，发现你的频道太晚了，错过了很多精彩内容怎么办？那别担心，觉得好就点个赞，订阅一下频道并打开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任何一期的精彩视频了。新内容推送立马通知你，实时更新，绝不错过。那让我们一起解锁更多的数字技能，开启你的全新数字生活吧。好，这一期其实是跟上一期来的，上一期是罗叔做了一期英文的视频，来帮助大家来解决这个上网的隐私问题。所以呢，这个需求是一个西方的外国的粉丝，他让我帮助来做一期节目。那么这期节目之后反响很大，很多华文圈的朋友希望我做一期华文的节目，这样更容易理解。好，那我就开始介绍了。关于我们将使用的 V2Ray 和 Cloudflare， 这是两个不一样的应用工具或者服务。 V2Ray 是一款开源的隐私工具，旨在加密和混淆互联网流量，使ISP 的防火墙和审查难以检测。 V2Ray 能够有效保护您的隐私，大家应该很多朋友都听过 V2Ray。 Cloudflare 是一个强大的服务，它是一个网站用于增强安全性并隐藏服务器的真实 IP 地址。通过将 Cloudflare 与 V2Ray 集成，你可以创建一个高度安全的 VPN， 抵御流量分析的风险。为什么这很重要？因为当下隐私对于我们来说是十分重要的，所以保护您的数据不被跟踪和拦截，这个就是我们本期的主旨。当然，大家在试验的同时，使用的同时，希望遵守你们当地的法律法规的规定。好，那让我们来开始吧。新手小白如何配置 V2Ray 和 Cloudflare？ 简单几步设置 V2Ray 和 Cloudflare。 罗叔的视频一般都是会说需要先准备哪些东西，让大家心中有数，这也是具有逻辑性的。所需要的准备呢，一个是 Cloudflare 的账户，创建一个免费的 Cloudflare 的账户，利用其强大的安全功能。第二个呢， GitHub 账户，创建一个免费的 GitHub 账户，用于运行 V2Ray 的安装脚本。第三，域名，注册一个免费的域名，用于缩短 Cloudflare 原生子域名的长度，方便大家的记忆和使用。V2Ray 的客户端，那你最终要在你的电脑上安装 V2Ray 的客户端，便于配置和使用你的 VPN 的。好，在我们开始前，请注意小黑板敲3次完成本次实验，我们需要至少这4项。那我们需要准备什么呢？个人邮箱，这个是肯定需要的，需要固定邮箱来激活这个邮件，来激活我们的各种申请。免费域名，注册一个免费域名账号，这个也是需要的。然后就是 Cloudflare 的账户和 GitHub 账户的注册。好，罗叔专门做了一个鱼骨图给大家把这些步骤全部给它 break down， 就是分解了一下。我们视频的第一步，首先是 Cloudflare 的注册，利用 Cloudflare 的全球网络为我们提供基于多个国家 IP 地址的 VPN 服务。第二个呢，我们是要注册一个域名，通过个性的域名，使我们更加容易记忆我们的这个地址，使用 VPN 的这个地址好，到第三步，在 Cloudflare 上解析域名，在 Cloudflare 上绑定这个免费的域名，便于今后的应用。
因为整个的应用都是基于 Cloudflare 的。第4步，利用 GitHub 上的程序代码，便于我们一步到位的在 Cloudflare 上部署及使用。第5步呢，在 Cloudflare 上部署 V2Ray， 把 GitHub 上的 V2Ray 程序代码部署到 Cloudflare 上。第6步，也就是最后一步，设置和使用 V2Ray。我们将设置和使用 V2Ray 客户端，以便通过 V2Ray 来保护我们的互联网上的个人隐私。好，罗叔这边介绍一下整个的操作演示。大家注意啊，认真看，勤动手，仔细听，反复练。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光看不动手等于白瞎。好，首先第1步 ，Cloudflare 的注册，利用 Cloudflare 的全球网络为我们提供基于多个国家的 IP 地址的 VPN 服务。这是多个国家 IP 地址都可以供我们享用的啊。好，我们现在来讲一下 Cloudflare 的注册啊。进入 Cloudflare 网站，点击这个免费注册。好，输入邮箱，输入密码。罗叔这一期视频比较长啊，因为讲的比较慢，所以设置了章节，大家各取所需啊。好，勾选验证，然后 Sign Up。好 ，Loading 好了，到这里就注册好了。好，第2步是免费域名的注册。免费个性域名使我们更容易记忆，对吧？免费的域名呢，我们其实是便于我们记忆的。好，那我们再来看域名的注册啊。首先我们进入这个网站，这个网站是获取这个虚拟的姓名地址的啊。那我们进入免费域名网站 us.kg， 罗叔这里称为美国的重量啊 ，kg 嘛，公斤。好，我们打入 nic.us.kg， 点右上角的 get us.kg。好，这里我们看到 email， 我们点 sign up 注册啊。好 ，username 那就填你的用户名。罗叔这边就是 Uncle 罗 Channel， 罗叔的频道。这是 legal full name， 那就根据这个虚拟的来啊。好，长串复制，粘贴。邮箱提供真实的邮箱啊。好，电话号码根据虚拟的来，随便。telephone 和 mobile 都可以，我就复制一个 telephone。好，+1一个横杠，后面横杠都删掉啊，后面是阿拉伯数字啊，上面有样例的啊。好 ，full address 地址，那就是 street 地址加上 city status zip 加一起啊。好，我们先复制 street， 好，粘贴进来。好，再复制这一行啊，打个逗号，英文逗号，粘贴，删掉这个括号啊，伊利诺伊州的这个括号啊 ，IL。好，再由这个 postcode 邮编后面打个逗号，写上 United States 美国。好，这个就符合它的标准啊。好，密码自己设，这个密码你想设啥就设啥吧。罗叔最近有点感冒，为了赶在圣诞节前把这个视频做出来，反正尽量把这个视频给录掉，所以有点鼻音啊，大家见谅。好，点 Verify you are human， 勾一下 Success， 点 Register， 好了，就注册好了。注册好之后呢，那应该是等邮件。好，一个新邮件就出来了，给你一个激活链接，点一下又出一个新的网页。好，他就讲这个就已经注册完成了。注册完成呢，
那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就要进行登录啊，再重新打一下 nic.us.kg， 再进入 get us.kg 啊，美国的重量。好，我们现在在 email 里边就可以输入我们刚才注册的邮箱，点 next， 然后再输入我们刚才注册时使用的密码。好，再验证一下，怕是机器人，所以要验证啊 ，login。这是一个纯小白教程啊，罗叔讲的非常慢，大家仔细听。觉得已经弄过的过程，你就可以跳过啊。罗叔把这个视频已经分了章节。好，他讲你可以根据呢 GitHub 来激活，他要验证一个 KYC， 所以我们呢，那就到 GitHub 看看，点右键啊，把这个网址给它跳转一下，看看到底是一个什么在 GitHub 上面。啊，它就是讲这个是专门是 free domain 啊，你的免费域名在等待。好，我们现在呢，再点最下边这个 proceed to GitHub， 因为注册好又登录好了，我们就点一下，看看会发生什么。哦，它就讲在这里呢，它就给你写好了 KYC 的格式。我们把这个 Anchor China 复制到 username 这边来 ，reason 呢就写你要干什么，我就写。这个是做一个博客网站啊，所以 building a website for 什么呢 ？My blog， 我的博客要写个原因嘛，对吧？用户名要有，原因要有，这两个都要有。好，这个写好之后呢，然后就点下边的 submit new issue。好，提出一个问题啊。好，到这一页就把勾全勾上啊，1、2、3、4、5，上山打老虎，对吧？好，勾好之后，再点右键，在这个 free domain 上点右键，新开一个网页啊。在这个 start 上面呢，要给它点一下，它才能激活。好，点之后呢，我们就刷新这个页面啊，这个 issue 这个问题嘛，它是自动化的，那写了 approve 批准了，好，就说明我们这个美国的重量 us.kg 的域名现在可以用了啊。现在就被激活了，我们来登录一下，又是 nic.us.kg， 我们进来看看有没有被激活啊。我们是第一个激活了 Cloudflare， 第二个激活了 GitHub， 现在是第三个来激活这个 us.kg 的域名。我们来看一下啊，好，可以登录进来了啊。0个domain其实是3个域名，好像是半年 renew 一次，还是1年 renew 一次，反正也会邮件通知的。罗叔就没细究了。好，我们再点一下左边的 domain registration， 然后好就出现个 get a new domain， 就输入你想要的这个域名，还是用 Anchor China 点 us.kg 点 check。好，这里就到了要填 name server 的这里了啊。好，第3步，在 Cloudflare 解析域名。在 Cloudflare 上呢，绑定免费域名，便于我们之后的应用。所以我们要在 CF Cloudflare 上来解析域名了。我们登录 Cloudflare 这个网站 ，login， 因为之前注册过嘛，对吧？好，有点慢啊，网站有点慢，稍安勿躁。罗叔视频，稍安勿躁。好，输入我们注册的邮箱，就是这个 Gmail 密码。因为罗叔呢在圣诞节要出去旅游去了，到一个比较冷的地方去滑雪，所以赶在圣诞节前把这个期做好，奉献给大家啊。好，我们进入这个 New Domain 这里，新域名，我们复制我们的这个域名到 Cloudflare 里边，加一个新域名啊，把它加进去。好，点击按钮，在这里我们选择免费啊 ，free， 你可以调成中文啊。这里罗叔忘记调中文了，
罗叔的系统是英文系统，是自动带入的。好，点确定，这里就有2个 server name， 对吧？我们记得把它复制一下，放到 us.kg 美国的重量这个免费域名的网站里去。好，再放进去，第一个、第二个，然后点 register， 点一下，好了。这样呢，我们就把美国的重量 us.kg 的域名呢绑定到 Cloudflare 里边去了。那这边他写了 Thanks， 20分钟或者更长就解析好了，还是等邮件啊，所有的东西都是等邮件确认，老外的规矩。好，我们在 Cloudflare 上网站上反正看一下啊，该刷新的该 check 的 check 一下，其实还是等邮件，这个自我安慰啊，这个自我安慰。点 continue， 好，继续，啥也没有，啥也没有。盯着 Gmail 邮箱，大概也没多长时间，15-20分钟吧，快的话几分钟就会有封新的邮件出来的，这是稍安勿躁啊。点来点去 ，recheck 还是这样，不要急。好，跳出来了，刷新一下 Gmail 啊，跳出来了啊。active 了啊 ，status active， 这样你看，安考罗这个域名已经被解析上了，好吧？好，这就是 CF 解析域名的这个步骤。我们再看一下，都 active 了，这里有个 Great News， 那就说明已经完全解析完成了，对吧？好，第4步 ，GitHub 注册。利用 GitHub 上的代码，便于我们一步到位在 Cloudflare 上部署及使用啊。但是英文是这样的。好，我们没有 GitHub， 所以就点 Sign Up， 注册一个 GitHub。好，输入邮箱，统一啊。罗叔这里全是统一用 Gmail 一个邮箱，密码也是一个密码，省得忘记，对吧？大家有时候经常乱七八糟的密码容易忘记，那我就统一邮箱激活，统一密码，统一名称。好，输入 Anchor China 作为我在 GitHub 上面的用户名，也是一样啊。点 Verify。好，这里又是个验证啊，指向性验证。羊头朝那边，朝右边，右上一点点。好，好，点 Submit， 这样呢就验证成功了啊，证明这个是人类啊。好，我们收到一封邮件，又是输入一个 code， 一个代码激活的啊，输入。好，现在跳转到登录页面，那就输入我们刚才注册时使用的用户名。密码，登录我们的 GitHub， 这是一个全新的 GitHub 啊，之后我们会用得到。登录过之后呢，输入一下，这个是任选啊，任选。好，如果你之前有过 GitHub， 那你就可以跳过这个章节了，看下一个章节。好，点 Free， 我们只要用免费的就行了。罗叔视频就是免费常常在，羊毛天天薅，对吧？都是以免费见长的，大家不需要花钱，也不需要信用卡。好，第5，在 Cloudflare 上部署 V2Ray， 把 GitHub 上的 V2Ray 程序代码部署到 Cloudflare 上，这样是基础打好了，我们今后就利用这个基础来进行使用。好，那我们再回到 GitHub 这边，要部署了啊。好，先输入这个网站 anchor.github.com /Anchor Privacy， 这是我 fork 大神 CM 的啊。好，大家点一下 fork 过之后呢，这个名字爱改不改啊，无所谓，想改也可以改。罗叔还是保留原样啊，这是都是大神们的东西。然后点 create fork， 先 create 一下，就把这个软件就等于是长到了自己的 Cloudflare 里边去了，
不是 Cloudflare， 是 GitHub 里边去了。那我们在 Cloudflare 的网站里边呢，那就要把这个 GitHub 跟它同步。我们先变成中文吧。很多小白网友说：“哎呀，罗叔，我英文看不懂，你都用华语啊。”所以我们这边就用华文。这次视频用的是华语来讲啊。好，点 Workers 和 Pages， 点一下，什么目的呢？就是跟我们注册好的 GitHub， 并且刚才我们已经同步了那个叫啥了？那个 V2Reader 软件，我们给它安装到 Cloudflare 里面去。点击连接 GitHub， 好，点击安装和认证，转圈啊，转圈，不要急，稍安勿躁。这里会出现用户名和密码。好，在这里选择一下啊。罗叔这里只有一个存储库，所以就是这个啊，没有任何改变啊，就一个。好，点开始设置，这也勾上啊，点一下打勾对勾。项目名称这里呢，有可能别人之前设置过，所以改一个名啊，随便改啥都可以。罗叔这里改一个隐私吧 ，privacy， 所以之后的域名就会有所变化啊。所以改一个安考罗 privacy 啊，那就是唯一的了啊。点 pages， 点 dev， 这是 Cloudflare 的原生2级域名还是3级域名了？点保存配置，好，稍安勿躁啊。现在在跑，在什么初始化构建环境啊，克隆 GitHub 呀，这是克隆之前我们 fork 的那个软件啊。好，成功，说明我已经弄好了。点继续处理项目。好，那我们要点击自定义域。我们美国的重量干什么呢？这个域名呢，就是为了这自定义域用的啊。我们点一下 privacy， 我给它起一个3级域名了啊。安考罗 China， 安考罗频道，对吧？这是我们申请的。我们在前面再加一层叫 privacy， 点 US 点 KG， 已经四层了。好，点继续，我们已经看见了啊。好，我们用其实是 CNAME 的方式，你看我们之后就用这个域名来访问 HTTPS privacy 点安考罗 China 点 US 点 KG， 好，点添加域。好，正在初始化啊，稍安勿躁，这是根据你这个网速来的。这个半分钟吧，半到1分钟，正在验证。好，活动就激活，英语翻译成中文，机器翻没翻好啊？讲活动那就激活，点设置。好，在设置里面点变量和机密啊。这里我们要设置我们的 UUID， 也就是你的相当于一个你的个人的私人的密钥的一个东西，其实就是变量跟密钥，翻译成变量跟机密啊，是也机器翻的。那我们搜一下啊 ，UUID 有很多网站，我们用 UUID 的版本4。Version 4啊，第4版本啊，不要用什么 Version 7啊，记住是 Version 4。我们点击这个网站，好，这就来了啊，它是可以不断变化的，按心情啊。罗叔是选最喜欢后几位好号码啊，挑一下再 refresh， 看，哎，696不错啊，定顺就顺，好，就用这个了啊，这个很好，点 copy 复制一下，好。回 Cloudflare， 点击添加，上面保留文本啊，是用文本，变量名称大写的 UUID， 后面空格注意啊。好，把这个粘进去，后面不能留空格啊，就是这个东西了，给它粘进去啊 ，UUID， 点击保存。好，这样呢，我们要重新部署一次，让它生效，叫 take action， 对吧？部署完之后要它生效，必须再重新部署一次，因为你有所改变嘛，你做了一些改变，这是变更管理上的说法啊。点重试部署，有个叫 Change Management， 好，正在进行，好，又正在克隆 Git 存储库，好，下面也在跑啊，部署到全球网络啊，
稍安勿躁，罗叔这期没有加速啊，没有加速。好，成功，状态成功。好，成功之后，我们再点回来，倒退回来啊，我们就看到这个域名被加进来了，两个域，一个是原生的 Cloudflare 带的，一个是我们自己注册的啊。我们现在就点击这个域名，好，然后呢，斜杠，把这个 UUID 放在后面，敲回车，好，出现乱七八糟代码。我们可以看到啊，我们所需要的就是一个订阅地址，当然下面有一个 V2Ray 的 VLS 的地址，如果你想用，你可以直接复制这个就可以直接用了啊。这个和订阅无关，这只是一个单个地址，你可以把这复制到你的任何 V2Ray 的软件里边去，粘贴进去就能用。我们的订阅地址现在暂时只有这一堆啊，这是大神们给我们提供的随机节点，基本上都美国节点啊。罗叔测试过，基本上美国节点。好，保护隐私嘛，对吧？无论你在世界何方，我们显示 IP 是美国的，对吧？我们用 VPN 就是要保护我们的隐私。为什么要给 ISP 去侦测、去嗅探呢？好，罗叔现在的 IP 地址是在新加坡啊，在新加坡，一个新加坡的地址。好，第6，设置和使用 V2Ray。那我们在 V2Ray 部署在平台上之后，我们将配置、使用、利用 V2Ray 的客户端来进行网络浏览，这样就可以在浏览的同时保护我们的个人隐私了。其实也是做过 VPN 的，隐藏隐私的啊。好，要复制这个订阅，打开 V2Ray N， 点击订阅分组，点击添加，起个名 new， 新的啊，懒得打中文了 new， 中文输入法很麻烦。好，粘贴进来，好，点击确定，好，关掉它，点击订阅分组，更新啊，更新订阅，好，跑出来了啊，在 new 下面你看就跑出来了，大神给我们提供的随机节点啊，但是这节点能不能跑呢？不知道，测试一下啊，真链接测试，全选啊，全选，我们要给它全选啊，然后测试一下。好，我们选择其中一个啊，测试一下。好，这个是绿的啊，真链接是绿的，红的就不行了。你看，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了啊，它的这个 time zone 时区是在洛杉矶的啊，就说明从新加坡已经变到了加利福尼亚美国了，对吧？那这个 IP 地址又变了。保护隐私，那你任何的追踪，那就不可能是原来的 IP 了，你的 IP 就已经有变化了啊，这就起到了保护隐私的作用。隐私很重要啊。好，我们现在看另外一种方式啊，多国 IP， 我们在这个网址后面打个问号，打上 SUB 等于号，全英文字符啊 ，VLS 点 FXXK 点 DEDYN 点 IO。好，我们就要这一段啊，这个是多国的 IP 地址的订阅。好，感谢大神啊，为我们提供了这种便利。好，我们再来新建一个分组订阅，来吧。好，我们起个名字，好，叫 Multi Countries， 多国啊，多国，英文，罗叔打中文不方便啊，没中文输入法，没装。好，这里点击，好的，同样的给它更新一次，看看在这个 Multi Countries 的这个圆的 button 按钮下面会出现什么啊？点击，好，我们给它打开看一看。好，有很多国家了啊，这些别名都是国家 ，US 呀、Japan 啊、JP 啊、HK 香港呀、TW 台湾呀。我们再全选啊，全选，每次都要全选，然后测试一下它的真连接啊，真连接延时啊，全选，都在测试中啊。好，选出绿颜色的啊，负1这些红的都不咋样。
选个稍微好一点的啊，越少越好，对吧？好，我们选个香港的。好，点击设置为活动服务器。好，来看一下啊，我们刚才是美国 IP， 看现在的 IP 能跑到什么地方去呢？是不是香港呢？对吧？小白网友们就看一下啊，探究一下。好，再进 ipinfo.io， 好，跑了啊。现在城市跑香港 ，IP 也跑香港了啊，时区也跑香港了啊，对吧？成功从新加坡平移到美国，现在又平移到香港。看看 YouTube 啊 ，YouTube 上面那个 logo 会写各个国家的地区的简写的啊，除了美国不写以外啊 ，HK Hong Kong， 对吧？证明已经到香港了，验证一下啊。当然，香港的 ChatGPT 是无法使用的啊，这是众所周知的原因啊，无法用，这是没办法啊，好，我们换一个日本的啊，日本在亚洲啊比较近啊，在东亚，我们再试一下啊，日本可以用 ChatGPT 啊，打一下 Hello， 看看 ChatGPT 有没有反应啊。呀，有反应 ，Hi there， here is going， 好了，说明有用。刷一下 YouTube 网站，看看有没有变洁癖啊。好，Japan 啊，不是洁癖啊。好，Japan 简写，好，可以，说明呢 IP 地址又切换了啊。这个你的隐私就会被保护的很好，对吧？谁也不知道你在哪个国家了，对吧？你的国家已经在5分钟之内已经切换了4次了啊！新加坡、美国、香港、日本，好，再试一试啊。How are you？ OK，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有时候有可能反应比较慢啊。好，有啊，有就行。很多朋友喜欢用 ChatGPT， 苦于没有方法，对吧？一次性解决隐私和 ChatGPT 的问题，大家记得啊，在 V2N 里边要选自动配置代理啊，选这项才能用这些 VPN 的 IP 地址啊，否则不行啊。好，再换一个新加坡，又设为活动服务器。好，再换回来，看看是不是又切换回本源新加坡了。好，刷新一下 YouTube 啊，切换回 SG， 对吧？这个又切回来了。这个你的隐私就被保护的很好了，你已经变成了世界公民了。所以罗叔介绍这个的原因就是为了保护大家的隐私，在欧洲的 GDPR 或者在新加坡相关的一些法律法规中，这些隐私很重要。